旁观，微笑后的谎，谁在掩盖破绽？爱恨都不敢，当回忆不停向我哭喊，当理想被现实而宣判，就算情感试图掐住手腕，面对贪婪，我绝不心软。哦，自尊擦亮命运的双手一摊，眼神写上我看似狂妄。哦哦，奉陪大地谁都不放，愤怒狂燃世间的丧钟敲响，看那希望在绝处绽放。哦哦，我让泪都风干。若真相真的可以用线索来推算，男人心的善恶应该用什么衡量？若结局它最后不过是一个虚幻，我一定会奋战。我的父亲是周国荣。我们在树林里找到一具腐尸，还有一枚刻有 LJ 的戒指。我们怀疑死者就是你的丈夫周国荣。5年前，到底发生什么事？他竟然写了一封信回来，说他欠了一屁股债，只能暂时躲起来，之后就再也没回来了。你表面上一点都不在意，实际上却放不下。我决定找他的时候，已经做了最坏的打算。等拿到死亡证书，我就回台湾办理手续，了解这件事。我知道安哥的事对你的打击很大，可是你也不能因为这样就自暴自弃。你不要管我！丽芬姐家里收到的老鼠药跟秀凤姐吃下的成分不同，那下毒的人到底会是谁呢？师妹，诗诗，怎么样？你今天要做头发护理呢，还是要洗吹剪？什么都不要，我来找你陪我聊天。干嘛？还在为你大嫂的事烦？原以为罪魁祸首是丽芬姐，现在却证明了不是她。哎呀，都不知道到底是谁要害老板娘。总之，我大嫂真的很倒霉。我也是倒霉死了。安迪，你在跟我说话吗？剪头发明明是1块钱，他却要我12块。他有点老人失智，我怎么说他都听不进去。我已经通知他的媳妇来把他接回家了。你这个老太婆，真的没有一天不给我找麻烦的嘞！剪个头发也我下来给你还钱。玉珠姐，原来你是安迪的媳妇啊！就是咯，我的命真的很苦，有这种家婆。不好意思啊，上次秀凤姐没有收她的钱，不过我只是打工的，我一定要收她的钱啊。没关系啊，本来就应该给的。秀凤姐的人这么好，还被下毒，真是好心没好报。对呀，下毒的人根本就没有人性。昨天我去医院看她的时候，她身体还是很虚弱。是吗？对啊。你没有去看秀凤姐吗？我每天都要顾着这老太婆，有时候还要帮我小姑顾店。啊，我不跟你们讲了，这里有12块，你数一下。你的手指还没好啊？是咯，每天洗衣煮菜做家务，哪有这么快好？好了，来，快点跟我回家。好，拜拜。谢谢你啊。妈达，是你呀？你来做结啊？哎，安迪，你还记得我啊？你帮我做个结，我哪里不记得？哎，好了啦，这么多话说，快点走。慢走啊。他们的婆媳关系看起来真的很差。这也不能怪玉珠，安迪真的惹了很多麻烦，她老公又不管，她一个人顾得很辛苦。哦，他刚才说你帮他抓过贼，是怎么一回事？哇，这可不是一般的入屋行窃案，犯人长得又黑又丑，而且动作非常灵敏，连我都有点怕。什么时候的事？为什么没有听说过？案发当天，我 Evan 在附近派传单，听到安迪的求救声，就冲了过去。救命啊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安迪，发生什么事啊？里面有贼啊！马达。
弟，家里一个人都没有，你是不是在开玩笑啊？我说的是真的，真的很多贼跑来跑去。安迪，你知不知道报假案是犯法的？你不相信？你看，贼就在沙发下面。贼出来了，快点抓！安迪，你说的贼就是老鼠。不然还有谁？当时啊，我和 Evan 都不知道要怎么反应。没想到你们变成灭鼠专家。如果我们是灭鼠专家的话，他就是鼠贼调查官喽。哇，那我的工作是不是调查鼠贼干案的证据，然后再把他们送上刑台？上刑台干嘛？用老鼠药就行啦。老鼠药。难怪我刚才问他有没有去探望秀凤姐，他立刻避开我的目光，感觉有点心虚。秀凤姐的人这么好，还会被下毒？昨天我去医院看她的时候，她的身体还是很虚。是吗？你没有去看秀凤姐吗？啊，我每天都要顾着这老太婆，有时候还要帮我小姑顾店。对，现在说起来，她刚才的反应的确有点奇怪。还有，她手指贴了胶布。哎，你的手指怎么了？啊，没什么，不小心割伤。假设她是用贴了胶布的手，把老鼠药倒进甜汤里，那瓶子上自然就不会留下指纹了。没有湿纸啊。可能指纹不完整，所以检验不出来吧。我真的觉得玉珠姐很可疑。可是玉珠跟秀凤姐无怨无仇，她为什么要下毒？在 RC 里，除了丽芬姐，还有谁跟秀凤姐不好？比如爱卿姐、玉珠姐。没有啊。怎么？你怀疑他们下毒啊？在场的人都有嫌疑，所以我想要了解大家的关系。玉珠的心地虽然不怎么好，可是不至于下毒杀人啊。你怎么知道？你跟他很熟吗？因为我年轻的时候曾经跟他交往过一段时间。为什么没听你说过？对哦，哥，你好像没有跟我说过你们两个人为什么会分手哎。连你都知道，一个两个竟然瞒着我。啊，我哥都没有跟你说，我哪里敢跟你讲？说啊，为什么跟他分手？哦，因为他的妒忌心重，更糟糕的是，他见不得人家好，人家有好东西，他就搞破坏。不过这样也好，我才会找到一个比他好几千倍的老婆。哎呀，你不要烦我啦！是啊，我记得了，有一次我们去吃buffet。哎，这不是最新款的名牌包包吗？是啊，我老公特地从国外买给我的，是今年的结婚周年礼物。So sweet。女人果然还是要嫁得好，命运马上就不同了。哇！你在干什么啊？到底是谁家的孩子啊？这么没礼貌！哎，算了，我们去厕所清理一下吧。啊，真是的。哎，你们有没有拿寿司啊？你看，好新鲜哦。哇，待会我们过去拿哦。怎么了？是谁这么无聊，把食物倒在我的包包里面？会不会是刚才那两个小孩故意捉弄你啊？哎，他们只是调皮了一点，你就不要跟小孩子一般见识啦。当我发现包包被弄脏的时候，他似笑非笑的，好像已经知道包包里面有什么。你觉得捉弄你的不是那两个小孩，而是他？会不会他是妒忌我过得比他幸福，故意整我啊？如果要看我不顺眼的话，要下毒害我，为什么中毒的反而是秀凤姐呢？妈，出院手续都已经办好了，还有什么东西需要收拾的吗？哦，还有这些礼品呢。秀凤姐要出院啦，你来啦！还好你早一点到，不然你就看不到我了。
应该道歉的人都没来，你来干嘛？不要乱说话。我的同事已经找到新线索了，请你不要再诬赖我大嫂好吗？是吗？什么线索？等他们查出真相后，自然会给秀凤姐一个交代的。我就说嘉怡不可能害我的，还是秀凤姐明白事理，不像有些人只会诬赖人。怎么样，身体好多了吗？好多了。记得不要吃油腻的食物，还有我听说你需要补充维他命 K1，我买了一些绿色蔬果，一定要吃哦。哇，你连这个都知道啊，真的不能不佩服你。哇，那么多补品，很多人来探望你哦。是啊，大家都有心了。那玉珠姐和爱青姐她们有来吗？玉珠来不了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她要照顾她失智的家婆，还要顾店。我还以为你们之间有什么过节。怎么可能？我们认识很久了。你是不是想说玉珠姐跟这件事有关？没有啊，我只是觉得奇怪，为什么发生那么大件事，她却没有过来关心安迪一下？妈，你上次不是说有人托护士送基金给你吗？是啊，怎么了？你说这个人会不会是玉珠姐？我不知道哎。哎，就是这位护士把基金拿进来的。护士，请问你之前是不是有人托你把基金送到这里来？是的，请问是男人还是女人？他有没有留下名字？是一位女士，她把基金交给我，就匆匆忙忙走了。你还记得她的样子吗？他终于承认了，不过负责调查的同事说，他想毒害的不是秀凤姐，是我大嫂。他为什么要这么做？他说每次看到我大嫂炫耀自己有多幸福，就很不甘心，所以想让她吃点苦头。这就是我常提起的老公私人，还有我儿子周。Hello， 玉珠啊，你有没有看到我的手机？没有啊。我刚才明明交给你的。哦，刚才有个小孩子拿去说要玩游戏啊。可是为什么后来那罐老鼠药会出现在你大嫂的手提袋里？玉珠姐发现甜汤不见后，就到处去找，可惜找不到。等到秀凤姐毒发，她想把老鼠药丢掉，可是已经来不及了。犯了错没有及时承认，反而还嫁祸给别人。幸好她对秀凤姐还是有愧疚的，所以她才会偷偷跑去医院，托护士转交基金给秀凤姐。就因为这样，我们才能找到破绽，查出真相。哎，护士，麻烦你帮我把这个交给那位病人，谢谢。真没想到玉珠会做出这样的事情。当一个人被嫉妒心蒙住眼睛的时候，什么事都做得出来。可是我就不明白，他为什么对你的大嫂有这么大的恨意？因为她是我大哥的前女友，刚刚发现他们两个人结婚，生活过得非常幸福，就心生嫉妒，甚至觉得是我大嫂抢走了他的幸福。不过这还是没有消除他对我大嫂的怨恨，所以他就计划在甜汤里下毒，想让我大嫂吃点苦头。没想到丽芬姐会拿那碗甜汤去给你喝，这也未免太无辜了吧？为了这点小事，却害我妈白白中毒受苦。玉珠生活也不简单，我想她压力一定很大，看到别人过得比她好，她心里有些不平衡。是啊，幸好我的推理能力够强，当你问起玉珠姐跟我妈的关系时，我就知道有问题。是吗？那你为什么没有推理到我大嫂是无辜的呢？儿子，赶快向人家道歉，快点啊！是我不对，我不应该错怪你大嫂，对不起。看在你是紧张秀凤姐的份上，好吧，
我就原谅你。为什么有一股烧焦的味道？哎呀，我的焖猪肉！哎呀，糟了糟了！本来要煮你爱吃的焖猪肉，就这样没了。给我一把葱，我就能让它起死回生。开小火焖10分钟，应该就没有焦味了。就那么简单？这是我研究出来的小秘方。秀凤姐，我先走了。哎，别走别走，你吃饭了没？还没。那就留下来一起吃饭吧。别想那么多了，我炒个菜就能开饭呢。来，去坐，坐。哦。真的没有焦味啊！哇，真的谢谢你，不然陈宇今天没得吃了。我才要谢谢你，我只是帮了个小忙，你就请我吃饭。听佳怡说呢，你已经搬出去住了。跟男朋友一起住啊？我是搬去跟燕琪一起住。哇，那太好了。我有一个适当的人选要介绍给你。真的吗？是谁啊？他年纪跟你差不多，长得又高又帅的，又很孝顺妈妈。最重要的呢，他跟你一样是当警察的。妈，你冷静点啊！我知道你想干什么，你别乱来，吃饭。我儿子不错吧？我跟他，我们是不可能的。你们还没有深入了解，怎么知道不可能？妈，这饭菜都凉了，赶紧吃吧。你不是喜欢吃焖猪肉吗？来吃啊！知道了。待会儿吃饱饭，你还有什么节目吗？我要去我哥的家陪酒玩。好，先跟你说明，我已经约了朋友去打球，我没空了。别紧张，我只是要你送他一程，又不是叫你们去约会。秀凤姐，不用了，我哥的家就在附近。哎，一点也不麻烦，儿子，对不对？刚才我妈说的话，希望你不要太在意。没办法，像我这样十全十美的女生，阿姨肯定会忍不住的。啊？听你这么说，那我们两个不是郎才女貌了？不好意思。姐姐，怎么了？可以帮我拿我的风筝下来吗？没问题啊，走。妈，真的没有骗你，我真的有送她回家。妈，我不跟你说了。耶，弟弟拿到了。喂，小心点啊！ 姐姐，我的风筝。哦，那谢谢。干嘛？放我下来啊！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我自己先走，你不用送我。哇，今天是什么大日子啊？为什么小姐姐啊？今天是芝芝的忌日啦。芝芝？芝芝是我的同乡好朋友啊，你怎么可以忘记她啊？我被一个箱子打中，后来她被带走，我发现我的手上有血，就打开那箱子，看到里面好像有10块。哦，就是打到我那一位啊。拜托你尊重一下她好不好？ 是我说错话啦，对不起，我陪你一起烧。来，哇，我好羡慕你哦！
这么漂亮、这么大的舞台上唱歌。在看以前的照片啊？刚才我在照镜子的时候，我跟他的回忆啊，就像电影一样，一直播放在我的脑海里面。你看这张，他笑得多开心啊！看来你们还真的拍了不少照片哦。当年我们两个一起从钢蹦出来，说好要赚很多钱，当很红的歌星。然后两姐妹呢，就一起举办婚礼。可惜，这个梦想永远都没有办法实现了。傻瓜，你还有我啊。你身后那个人很面善啊，是谁啊？这个人啊，他就是在中正的车动手脚，害我出车祸的坏人。我想起来了，他后来被警方开枪射死。那身边这个人，你应该不是什么好人吧？不知道。别看了，快去换件漂亮的衣服，我带你去一个地方。你为什么带我来这么高级的地方逛街啊？而且还要我穿高跟鞋？我希望你能帮我选一枚戒指给我的未来老婆。未来老婆啊？那你得先告诉我你的未来老婆是怎么样的人呢？她美丽大方。出得了厅堂，进得了厨房，还有，他的心地很善良，总是真心对待他身边所有的人。如果要配得上这么完美的一个人呢，那最少要买这么大一颗钻石嘛？不是吧？这么大的一颗，我把整间主屋卖掉都买不起啊！钻石代表坚贞不渝的爱情，这才珍贵嘛。我未来老婆应该不是这么奢侈的人啦，不如你帮我选一颗比较经济一点的吧。哦，这样子啊，那我帮不了你哦。等一等。哇，真的很美耶！你看。请问这个多少啊？这个要50万。这里可以分期付款吗？哎，不好意思，我开玩笑的啦。对不起，这个还你。真的买下它，那我们不是要睡路边啊？不好意思。我就知道我的未来老婆不会对我这么残忍的。什么未来老婆啊？哎呀，都没有求婚，你以为随便叫就有啊？那你等我买小颗一点的，再回家跟你求婚 ，OK？ 啊，太不浪漫了吧！至少也要有一束花，然后在众人的见证下呢，跟我说出你对我爱的誓言呢。不好意思，可以借我一下吗？我能不能结婚就靠你了。OK， 谢谢啊。你愿意嫁给我吗？我愿意。求婚成功，恭喜你！你这么开心干嘛？
不知道的人还以为是你要结婚了。你们终于要踏入婚姻殿堂了，我当然替你们感到开心啊！羡慕的话，就快点找一个，让我也替你开心一下。嗯，难道被我说中了？幸福真的来到你身边？哇，太不够朋友了吧！拍拖了也不说一声。哎，是谁呀？没有啦，不说就算了，我出去 petrol 了。哎，记得帮我联络你表姨的婚纱店拿 discount 啊。嗯，我办事，你放心。一定要记得啊。OK。对了，你有没有兴趣当我的兄弟啊？当然有了，什么时候注册？等我上网定了时间再让你知道。嗯。怎么会有一辆没有锁的轿车在这里？可能有人私自闯入，我们进去看看。小心。Juliet to India 1 to Juliet。听说是你们发现尸体的？没错，1个小时前我们经过这里，在外面发现一辆脚踏车，觉得可疑就进来看看。之后我们就发现尸体在那边。是，我查到死者叫朱良杰，今年19岁。根据法医的检验，他应该是在昨晚凌晨10分从高楼跳下，当场死亡。附近那辆脚踏车很可能是他来这里的交通工具。法政组的同事已经收集了指纹，带回去做检验。我之前见过这个人，他是德勋的朋友。昨天晚上10点到11点之间，你在哪里？我跟朋友一起去海边玩喽。哪些朋友？把他们的名字一一说出来。大飞、金和德勋。都这么晚了，你们去海边做什么？我们去海边吹风，然后到了12点去庆祝金的生日。所以今天是你的生日？不是你生日，那为什么他们说要帮你庆生呢？因为他们都很想吃蛋糕，刚好下个星期是我的生日，所以顺便吹蜡烛。那庆生后你们还做了些什么？唱歌、聊天，然后就回家了。大概几点钟？凌晨1、2点吧。所以你们一整天都没有见到 Tosh？ 没有哎，他一整天都不见人影，打给他他也不接。他常常都是这样的吗？这个我不是很清楚哎。那他最近有没有跟人结怨，或者是发生一些不开心的事？没有啊。德勋，你没事吧？他们问你什么？没什么。如果你有什么心事，都可以告诉我，我可以帮你的。是不是你那些朋友欺负你？都说了他们是我的朋友，你为什么硬要讲他们坏话？如果你不跟他们混在一起，现在怎么会在警察局？我就是喜欢跟他们混在一起，跟他们混在一起，我开心，我没有压力。哪像你啊，一看到我就会说教。德勋，你以后不要管我。是求婚戒指吧？桂祥终于行动了，恭喜你啊！谢谢你。给我一杯咖啡。你今天特地约我出来，是有什么事吗？
我们最近发现了一个可疑人物，很可能跟仲正一样，都是 boss 的手下。所以想问你，你有没有见过这个人？他叫赵学伟，是一名画廊的老板。好像没有哎。你再仔细的看看，他有没有去过中正的雕花厂？那他身边那一个也不是什么好人吧？不知道。等一下，是这个人吗？你怎么这么快就出院？你应该知道我性格，要我一直躺在床上，比坐牢还要痛苦。你真的不要接受治疗？最多不就拖2、3个月？但你有没有想过虹吸啊？如果我是你，为了要多看看 Matthew， 不管怎么样，我都会去做的。别再说了，你今天来，应该不只是为了劝我接受治疗吧？我真的很想知道，你跟赵学伟是什么关系？我只知道他救过虹吸。你不要再掩饰了，我已经查到你赵学伟和段多次在同一时间入境某个国家，证明你们见过很多次面，有非一般的关系。每一个国家天天都有上千万的人入境，难道我跟他们都有非一般的关系吗？你的手下在2年前就跟赵学伟有接触过，而且还在你的雕花厂见面。我从来不干涉德海的私生活。我只要你告诉我，赵学伟是不是跟boss有关就够了。我已经说过了，我是不会透露他的身份的。被boss害得这么惨，你到现在还在维护他，值得吗？帮不到你。中正，中正。澳大利亚那里传来消息说，有人委托当地人调查你在那里的势力背景。谁？蔚蓝天。让他查吧，我就不信他能查出什么东西。对了，大侯已经出狱了，现在在外面等着。大侯 ，boss， 恭喜你啊，终于重获自由了。我一出狱就马上从台湾飞过来见你，在监狱里面你帮我打好关系，我大侯死都不会忘记这条痕迹。应该的，4年前要不是你自愿为集团牺牲，事情可没那么快解决。中正的功劳最大，幸好他及时把重要的文件全部都放进保险箱，减少了我们集团的损失。什么保险箱？不知道吗？他在台湾的金融公司开了一个匿名的保险箱，把所有的重要文件都放进去了。你知道保险箱在哪里吗？我怎么知道？你问中正就好了。他人呢？他已经背叛集团，现在在监狱里。对不起。把手机拿来。哦，
点！记得想到什么就马上通知我。红熙，红熙，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啊？你伤到哪里啊？他的腹部被刺了一刀，医生说幸好伤口不是很深，要不然后果会很严重。抓到疑犯了吗？他打劫伤人后就逃跑了，现场环境很偏僻，没人目睹事发经过，所以我妈在想办法收集线索。红熙，我们一定会尽快把劫匪逮捕归案的。好好休息。Sir， 我们先走了。伤口还痛吗？这到底怎么回事啊？我下班后经过一条偏僻的小巷，突然间，那个男人就出现了。他很凶的要我交出背包跟手机，我还没来得及给他，他就已经抢走了。后来就刺了我一刀。他是抢了你的东西才刺伤你，你是不是有反抗，他才会动手啊？我没有啊。你为什么会走这么偏僻的路？你是要去哪里？公司要我送一份文件，是陆婷姐说那是一条捷径，走那里比较快。你一个人坐着不闷啊？女学生遇劫，遭刺伤腹部。哇，这女学生真幸运啊！你看，被刺一刀都没事。有些人呐，轻轻一摔，命就没了。所以啊，做人还是要小心一点，不是每个人都这么幸运的，对不对？你们想怎么样？把保险箱的密码和锁匙交出来。别说我没提醒你 ，boss 的耐心是有限的。我要见 boss。杨中正，有人来探访。你没事吧？你怎么变得那么憔悴呢？我得了末期胰脏癌，
想到当年意气风发的你，现在却病成这个样子。还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吗？我第一次做生意，什么都不懂，还得罪了当地的黑道，给他们打个半死。你一个人跟他们对峙，还坚持要帮生意伙伴讨回公道。当时我是非常欣赏你的胆大和讲义气的性格。多亏你帮我挡了一刀，我的命是你捡回来的。那期间，我们一起在世界各地开拓了大大小小的业务，我们还一起经历了不少的风浪。你为公司赚了不少钱，你办事我放心。多亏你，多亏你给我翻身的机会。你对我的恩，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的。那保险箱又是怎么一回事？你要的东西，我一定会给你的。我向你保证，在剩下来的时间，我不会向任何人提起以前的事的。洪熙很尊重我，我也很疼他。你是知道我向来都很爱财的，他跟着我，前途一片光明。只要你放过我女儿，我什么都答应你。我求求你，我求求你，我求求你，说吧。07。在冷眼旁观微笑后的谎，谁在掩盖破绽，爱恨都不敢，当回忆不停向我呼喊，当理想被现实宣判，就算情感试图掐住手腕，面对贪婪我绝不心软。哦，自尊擦亮命运的双手，遗憾眼神写上我看似狂妄。哦哦，奉陪到底谁都不放，愤怒狂燃世间的丧钟敲响，看那希望在远处绽放。哦哦，我让泪都风干，试图掐住手腕。